今天是星期六，8月8日吧，应该是2026年的8月8日。那么今天早晨呢，就到楼下海边来游泳。其实现在基本上一个礼拜我会来游3天这个样子，然后2天就休息。早晨的它这个海呢，就比较清澈一点。然后人也没有那么多基本上就是一些本地的居民，那么游客什么，他们一般下午才会来。住在海边呢，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你想游泳了，你就下楼来就能游泳。坏处就是你晒得像鬼一样的这个手都脸除了衣服穿的遮到的一些地方基本都是黑的。这个水确实是非常的清澈就是你游到前面稍微深一点的地方，还是能非常清楚的看到海底。现在是下午了，下午到海边再来坐一会儿，散散步，然后聊一聊那么前天有一个网友呢，他就问我，他说最近怎么不见你聊移民到别的国家去的事情了？那我今天呢就聊一聊这个事其实呢，最终我肯定是要离开西班牙的就除却所有的原因就我在一个地方我就待不久。就如果你让我在这里住个2年3年还行，你让我住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我肯定觉得不行。所以我这个人就喜欢在这里住几年，在那里住几年，我是这种性格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住了这么久？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是单身，或者说我没有这个孩子，那么我立刻就走了就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就直接买机票就走了但是有了孩子呢，你这个有家庭的人都懂，对吧？就你孩子什么要读书各种各样的你如果你还要带他离开，你还要就是各种证件你要落地去哪里，还是要考虑读书环境各种方面如果说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没有孩子，那我比如说跑去泰国或哪里舒服的，对吧？天天马杀鸡，天天吃好吃的，潜水、爬山、玩一玩，那很好，是吧？但你如果说你有个小孩你就要考虑这里读书是不是好这里这个社会氛围对他成长是不是好？总之就是类似的问题吧。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居留，什么样的这种东西，那么这个就搞得就复杂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孩子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钱的关系就讲白了就是钱。那么我已经是移民过一次了那我第一次移民其实很鲁莽的，就是想到了就移了，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主要是这种性格就我这个人就想到什么我就会立刻去做的。但是这些年吧，一路走过来，就我也逐渐的就成熟了，也成长了，对吧？就你一路上碰到了什么事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你很多事情你是必须要慎重要多考虑考虑，要有计划。那么我再次移民的话，我肯定要非常的妥善。像比如说你就移民到西班牙来，或者你到别的地方去，最少就5年。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登陆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他刚办完手续，他来到西班牙，
那他拿到的比如说是个1年的居留，你到后面你就要换居留，而且这种短期的居留，在你换成长期的居留之前，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啊。你只有住满5年，换到长期的居留以后，那个居留稍微才能就是让你的身份啊，就比较怎么说，就比较稳定一点。其他的就基本上，其实你就必须得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基本上你就跑不了多久啊。那么，如果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国家，也是其实类似的，你最少也要花个5、6年的时间。那么你那个准备的钱是吧？啊，你准备的钱，准备的花出的精力啊，就是你必须要保证这5、6年你的生活啊是没有问题的，还要保证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是吧？因为你人其实在一天一天的在变老，孩子也在一天一天的在成长，这两个东西，两个这个事情啊，就会让你需要更多的保障，是吧？就你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好在呢，就是现在就是我离目标呢越来越近了，啊，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当我积累到多少，我觉得可以稳定一点，我就走。那么现在目标呢，一天一天在近啊，就离得越来越近了。这个呢也是好的。那么我不想就是再很急的啊，再立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因为怎么说吧，就你再去，你肯定就是在消费上啊什么的啊，肯定我觉得也要比在这里，要不就是那个地方比这里要更好一点，我觉得，要不就是那里消费比这边更便宜一点，对吧？就这两种。一个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瞎扯啊，就比如说我去一个我觉得教育或者说生活质量更高的一个地方，那个肯定消费就更贵一点。要不就是说啊，我就去一个更便宜点的地方，反正就是我就花一样的钱享受更多的服务，是吧？那就是去一个更便宜点的地方。那总之这两种的话，就你必须你都是要有更多的钱。那除去这一点，那你现在待在这里，就西班牙它也不算一个消费特别贵的地方，总的来讲还行吧。其实在这里消费，总体来讲跟我以前在上海差不多啊，就没有超出多少。当然了，就是可能买东西有一些东西上面它确实比在上海要贵一点啊，就是说物质，比如说你买个照相机啊，你买个什么电脑啊这类东西，你可能就比在上海要贵一点。但是你说吃饭啊，吃水果呀，是吧？啊，比如说买点什么牛肉啊这些东西的，其实它的价格同等质量的话，它应该比上海还要便宜点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心态上啊，心态上我真的觉得，其实有时候想想看，就人生到底为了什么，是吧？就现在也已经40多了啊，再去一个地方，又搞个5年10年啊，就为了搞个什么居留什么啊？如果纯粹的是为了这种什么身份什么的去移民，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啊！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看重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过去的话，你刚开始你想到的是，哎呀，我要移民，最好呃比我以前过得更好啊！我想到的是我能得到什么东西，对吧？但事实上就是，当你真的移民了啊，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多钱，然后呢，你也花了时间精力，然后呢，你还要
就是够时间，对吧？就我前面说的，比如说5年什么，然后呢，你最终呢，你还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你要贡献你的税收啊，就是你要来缴税。那么对于就是很多人来讲，他会这么想的啊，因为我之前就碰到一个做生意的还是什么东西的，他就每年交挺高的一个税，然后呢，去掉那些税呢，他也没赚什么钱了。他当时呢也是花了不少钱啊，他先是搞了一个什么黄金移民啊，买了几套房子吧，然后待着，后来觉得太闲了，又开始做生意，做生意又亏了一些钱，现在亏不亏赚不赚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又雇人啊又干嘛的，就搞得交了很多税。然后呢，他也就有时候跟我聊，他也就说啊，他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啊，我最后还要交这么多税，就就感觉自己啊，就跟当初想的啊，我们其实聊的挺直接的，对吧？大家都不谈虚的，是吧？就谈实际的啊，会想到这个问题，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对我来讲，其实也是的，我觉得就是，嗯，就再让我折腾那么多年啊，纯粹就为了一些很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居留啊，什么什么身份呢、然后干嘛的啊，我就觉得没意思了，就这些对我不重要了，是吧？啊，我觉得就是你在哪里过得高兴，过得爽啊，就你确实你身体上啊，一个就是你身体上感受到的，一个是你心灵上觉得爽的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就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啊，就你比如说10年以前，可能你更多脑子里面想的是那种什么，就很有理想的、很理想化的一些东西啊，你现在就没有这种想法了，真的。就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过去，我看到很多就是在马路上要钱的、伸手要钱的人。我很小的时候啊，我是一直给他钱的，因为小时候嘛，就觉得这人很可怜啊，你就会一直给他钱。然后到我20多岁到30岁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给钱了啊，我就觉得你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努力啊？你为什么就是还要坐在这要钱是吧？我就不给钱。然后这几年啊，我又开始给钱了，就这个3、4年吧，我又开始给钱了啊。我现在碰到一个就是伸手要钱的，我就会给啊，给的也不多，给个也0.1欧元、0.2欧元啊、0.5欧元就这样啊，就1欧元我都现在没怎么给啊，但是我只要碰到我就给，每天看到我就给啊。嗯，主要我的想法就是觉得，确实啊，这个人这个东西，命运这个东西讲不清楚，确实有的人他就很难。还有就是人不要那么认真了啊，就对人家那么高的要求，就今天你给他，他也高兴，你也高兴，你觉得帮助了一下人，他也朝你笑嘻嘻的就行了啊，就不要什么事情就搞得好像一本正经的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呢，就主要其实就是以上几个因素吧，啊，那很多人其实也会问我，就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在西班牙长期的住下来啊？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会跟你有磁场啊，或者有缘分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西班牙，我十几年以前，大概15、16年以前来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我既没有对他有特别感觉特别好，我也没有觉得他特别糟糕，就是一般一般的感觉，就不像我去法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感觉一下子啊，好像好像很震撼
就我对西班牙就一直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感觉啊，就可能我去意大利，我都感觉，就从感觉上啊，我觉得好像比西班牙我会更兴奋一点啊，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感受。第二个呢，确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你的，比如说啊，就西班牙它这个站房的这个东西，就你会觉得明明是你买的房子，那别人就到你家来啊，然后你还赶不走，你还要去非要打官司，要去起诉他。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你就买一个保险嘛，是吧？买一个那种装在门上的一个保险，每年付个几百欧元。那你买个保险，确实就只要闯入者一进来，那这个保险它是自动连接到警察局的，警察就来了。但我有时候我在想，那为什么就是我不买保险，我打电话给警察叫他来，他就要我去法院处理？那一定要买这个保险才会，就是警察才会愿意处理。这个就觉得就是你就觉得就你花钱买的房子是吧？啊，你自己的房子啊，就别人来强占你的，你觉得就这个东西就是很不合理，是吧？反正就是这种有的东西吧，就是一种感受上的啊。其实不光我们觉得不合理，其实大部分的西班牙人他也觉得不合理，对吧？但是现在就是现实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你人有的时候就像有的人他就很喜欢吃这个西班牙的火腿啊，但我就一般，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腌制物的，但有的人觉得哇这个东西世界美味是吧？所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你说像意大利，比如说你说那不勒斯啊，吃披萨，吃那不勒斯的意面啊，那些东西，你说我在西班牙超市里面买一个玛格丽特披萨，跟我去那不勒斯吃一个那个玛格丽特披萨，那我就情愿到那边去吃。我就对那个东西啊，我就觉得我就很重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啊，也是一个关系啊。再加上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同样作为一个移民的国家，那么你像西班牙这么多移民当中，就比如说100个移民当中，有95个都是南美人啊，什么厄瓜多尔，什么那个墨西哥，什么那个哥伦比亚啊，还有什么委内瑞拉，反正就好多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南美人，他太适合西班牙了啊，就是他天生的语言、天生的宗教信仰，他完美的融入。所以西班牙人其实跟这个南美人，结婚的什么也很多的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或什么地方，那别人去，他也是要跟你一样的起跑线，对吧？就大家都花5年，比如说去学，但是你在这里的话，那南美国家的人他一过来，他就母语级别，这个东西你自己怎么追，你也很难追上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先天如果大家同样作为移民，就是你的优势就很低很低。就如果你最终考虑到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你要去那个做一点生意啊或干嘛的，对吧？就你会考虑到这些问题。那语言这个东西是一个语言啊文化，这是最直接的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大家都去德国，那么大家都要学德语，这个东西就你花5年，我也花5年，对吧？所以就是起跑线差不多。但是大家去日本，大家都要学日语；去法国，大家都要学法语。这个你很少有地方说有
另外有七八个国家，他们也说这个语，一来这些人就能跟你，他就超过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吧，就是我们在这儿并没有就是优势啊，甚至还是处在就是劣势啊，就等你把语言啊用心去学好了，这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啊。当然，这个对我来讲，因为我已经40多岁了，我也没有抱那么多的幻想，是吧？啊，就对很多人，当然了，就是很多人他生长在这里的，他如果从小生长在这里的，他从小去讲，那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哎呀，好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